大家好，我是 Tony。我今天的 Tony 開講要繼續談中華民國在台灣1958民國47年的歷史。這一年，台灣發生的大事不在台灣本島，而是在外島前線的金門爆發了著名的823炮戰。這場戰爭創下了很多奇特的記錄。第一，823炮戰，共軍對金門地區發射了多達47萬發的炮彈，金門本島平均每平方公尺遭受3.6發的炮彈，而更前線的大二膽島則是平均每平方公尺約60發炮彈，1平方公尺相當於0.3平，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當時炮戰的激烈程度。金門土地遭受炮彈攻擊的密度超過史上任何一次戰役，也因為如此高密集的炮彈轟擊，而造就了一個全世界特殊的菜刀品牌——金門菜刀，又稱炮彈鋼刀。以刀刃鋒利且耐用而聞名。金門菜刀製作的鋼材就是來自823炮戰共軍發射的炮彈，因為數量龐大，所以成為金門菜刀的主要材料，或60把菜刀。所以當時金門的製刀廠就大量收集這些散落在金門島的炮彈彈片，而這些收集來的彈片足以提供往後幾十年生產金門菜刀之用。當時因為金門飽受轟炸，許多居民失去家園，因此政府將金門6000名居民遷移來台，也因此造成金門人口的大量流失。823炮戰創下第二個奇特紀錄，就是這場炮戰打得非常久。有多久呢？最激烈的炮戰大約是從1958年8月23日至10月24日為止。10月25日，中共宣布雙日停火。就是雙日停止炮擊，單日可能炮擊，也可能不炮擊。所以當時金門人都會特別注意，今天是單日還是雙日。重大的節慶活動也一定會選擇在雙日舉行。共軍對金門單打雙不打，而金門的守軍也會象徵性的還擊。從此之後，823炮戰也從初期的激烈炮戰，而演變成兩岸之間一來一往的象徵性炮擊而已。這樣的炮戰形式一直持續到1979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正式建交，中共才停止對金門的炮擊。所以823炮戰在形式上總共打了20年又4個多月，才正式結束。這段期間，共軍累計發射約100萬枚的炮彈，所以也讓金門菜刀的製刀廠一直有源源不斷的炮彈鋼片材料。823炮戰第三個奇特之處是這場戰爭並非以攻占金門為目的。通常炮戰只是掀開奪島戰役的序幕，接着就是搶灘登島、步兵的衝鋒陷陣。例如1949年的金門古寧頭戰役、1955年的一江山島戰役，共軍都是先炮擊，摧毀國軍的防禦工事，然後搶灘登陸，展開奪島攻擊。然而823炮戰，共軍從一開始就沒有攻島作戰的計劃，而僅採炮擊而已。這也是為什麼中共在823炮戰期間會發射這麼多炮彈的原因了。823炮戰爆發時，由於美國與台灣之間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軍協防台灣的範圍不包括金門及馬祖列島，而美國政府除了第7艦隊奉令戒備台灣海峽之外，8月28日，美國又派出1艘航空母艦及4艘驅逐艦支援第7艦隊，但這些艦隊並非防禦金門，而是在台灣海峽戒備，守護澎湖與台灣。當時美軍雖然沒有介入金門的戰事，但美軍艦隊也護衛國軍的補給艦橫渡海峽至金門海域，而毛澤東卻親自下令，共軍不得攻擊在金門海域的美軍艦隊。後來毛澤東更宣布，自10月6日起停止炮擊1周，這是823炮戰第三個奇特之處。攻擊方竟然主動停止攻擊，讓對方取得補給，等補給夠了再繼續開打。可見毛澤東發動這場戰役，並非為了佔領金門，因為7年之前，在韓戰時，中共派出的志願軍敢於在朝鮮戰場與美軍拼死作戰，而7年之後的823炮戰，戰場對共軍有利，而美軍不願介入，而國軍又難以支援的情況下，共軍竟然不敢登陸金門作戰。
所以關於823炮戰的原因，有人評論說，是因為共軍有很多炮彈快要過期了，報廢可惜，所以就用來攻打金門。當然，這是盡是開玩笑的評論。823的炮戰雖然激烈，金門、廈門的天空炮彈滿天飛，但結果什麼都沒改變，還是維持現狀，突然成就日後金門菜刀的威名而已。關於823炮戰這場戰役，當時蘇共的總書記赫魯雪夫的評論只有3個字：看不懂。其實不止赫魯雪夫看不懂，當時美國的政府也是看不懂。赫魯雪夫看不懂的是，共軍是有能力可以攻占金門，雖然共軍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但這代價絕對不會超過韓戰時共軍在朝鮮半島付出的代價。但是毛澤東卻縮手了，不願真正的攻占金門。既然如此，那為什麼要發動這場毫無意義的戰爭呢？而美國政府看不懂的是，為什麼蔣介石總統要將1/3的陸軍兵力部署在金門這個敵人容易攻擊而國軍難以防禦的危險之境呢？所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823炮戰之初的一場記者會就公開表示，國軍繼續駐守在金門、馬祖是很不理智的。而就理性而言，毛澤東確實不應該發動823炮戰，因為即使作戰成功，迫使國軍退出金門，卻反而會壯大台灣的防禦能力，而這正是美國政府所希望的。因此而能強化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圍堵共產主義的防線。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在1958年發動823炮戰呢？大家可以思考看看，或是搜尋網絡相關的資料。我的歷史開講每一集都很簡短，只是提供個人的一些觀點及感想，而不是提供答案。歷史只有在考試的時候才有所謂的標準答案，在平時只有各家觀點，而沒有標準答案。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823炮戰呢？我沒有標準答案，不過有一個訊息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赫魯雪夫所說的，他對這場戰役看不懂。這樣的評論證實毛澤東發動823炮戰，事先並沒有知會赫魯雪夫，赫魯雪夫是完全被蒙在鼓裡。這全然不同於7年前1950年的韓戰，當時是在蘇聯老大哥史達林的指示下，毛澤東不得不派出軍隊介入韓戰。而7年後的823炮戰，毛澤東完全不甩赫魯雪夫，這是因為當時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已經轉變，而主要的原因是雙方對於共產主義的路線產生分歧。赫魯雪夫執政之後，嚴厲批評史達林統治時期的極左路線，開始實施經濟改革。而毛澤東則認同史達林的大清洗政策，認為共產主義之所以無法達成既定的目標，是因為共產黨的幹部腐敗，仍然有資本主義的思想餘毒，所以必須進行大量的思想整肅與清洗。於是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實施極左的路線，然而卻無法達成預期的目標，導致社會動盪，而引起黨內的批評。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毛澤東發動了823炮戰。823炮戰是毛澤東宣示中國將走自己的路線，而不再聽命於蘇聯老大哥。後來毛澤東還公開批評赫魯雪夫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修正主義，從此中蘇交惡。後來雙方甚至在1969年的珍寶島事件爆發軍事衝突。中共與蘇聯這對共產麻吉兄弟鬩牆，對中華民國在台灣來講不是一件好事，反而變成是一件壞事。為什麼呢？因為對美國來說，反而是看到了機會，就是聯合次要的敵人，以打擊主要的敵人。所以反共的美國總統尼克森竟然在1971年7月15日宣布，他將在次年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聯合國則是在同年1971年10月25日通過第2758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並驅逐蔣介石在聯合國的代表。由此可見國際政治的現實與複雜，國與國之間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不過我們也不必太感慨，
因為風水會輪流轉。幾十年之後，當今的美國已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主要的敵人，而俄羅斯退居為次要的敵人。因此，為中華民國在台灣迎來了難得的機運。因為對美國來說，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當然值得交往。而如果敵人的敵人本身具有實力的話，那麼這個朋友就更值得交往了。我今天的同理開講就在這邊結束，我們下一集下一年1959年見，拜拜。我今天的同理開講首度使用了讀稿機 APP， 所以有時候我可能沒有正視着螢幕面對着你，或許你會覺得有點不習慣，不過沒有關係，以後多看幾集你就會習慣了。拜拜。